你敢相信嗎？在東南亞曾經有一個華人共和國，一群清朝的廣東礦工在東南亞的熱帶雨林裡不聲不響地建立了華人共和國，居然那個年代還是共和制的，取名南方共和國。他們選了總統，定了法律，打了荷蘭人108年，然後他們不在我們的歷史課本裡，也不在東南亞的歷史課本裡。今天我就帶你們一起走進這個失落的華人共和國，看看它背後的故事。朋友們，今天我們要離開馬來西亞了。我現在是在马来西亞跟印尼交界處的一個城市，叫做古晉。今天我們将會去到印尼那邊的山口洋。昨天我是把簽證的錢花好了，大巴票还沒買，因為車站離得好遠。今天打算早上去看一下有沒有車票。今天早上我們隨便吃一點早餐。現在是8點20分。這家店就是之前來過，你們看後面這個，剛好我新搬的青旅就在這附近。所以就简單過來吃一點。本来想過來吃他們家的那個冬粉的，結果沒開。今天吃的是普通版的熱沙。檸檬水。我的車到了。去Bus Central. Bus Central. You go to Indonesia free visa? Yeah, free visa. We just go in. Oh, stay how many days? I think can stay about six months. 6 months. I'm not sure. 3 months or 6 months. I think half a year. 来到车站了，我們來看一下還有沒有票。我看的是這一家大巴公司有去山口洋的，買票新卡瓦 passport。OK 12。Yeah。票價是100馬幣，折合人民幣的話就是170元。要拿着這個單子去繳費一下，在這裡繳費。Hello， 票價本來是100，然後還有1塊的手續費，估計我已經把身上剩餘的馬幣花得差不多了，只有20多馬幣了。然後這20多還能在今天在大巴的路上可以買一點吃的。交完錢就直接給我車票了。現在才9點15分，然後是9點40發車的。我們先把包給放一放。印尼是華人人口最多的國家，據不完全統計已經有1500萬華人生活在印尼。因為早前的排華事件，很多華人在印尼隱姓埋名，所以具體數字有多少不得而知。但是山口洋的華人人口據不完全統計有60%之多，可以算是世界上華人占比最高的幾個城市之一。而在歷史上，山口洋和坤甸附近曾經有一個南方共和國，時間有100幾年之久。所以咱們今天一起去探訪一下這個神奇的地方。就是這一輛車要先坐到口岸，過了口岸之後會換印尼那邊的車。我就換一下。這個巴士公司跟其他巴士公司不一樣的是，他們不是用布座椅，他們是用皮座椅，但是也有點殘破，幾乎是準點發車。好像也是我旁邊的人。一邊是馬來西亞，一邊是印度尼西亞。這個是馬來西亞的口岸，然後這裡是印度尼西亞的口岸的名字。馬來西亞的榴蓮我還沒吃夠呢。現在要下去蓋出境章。這個是馬來西亞蓋出境章的地方，是一個小亭子。這是一個車子過關的一個小亭子。印尼能不能絲滑入境呢？會不會被要小費呢？待會兒再看一看。來到印尼了，我們現在是要換一輛巴士，然後再過境。就在進入印度尼西亞前，然後換一輛巴士。好的，已經出來了，非常的絲滑，而且不需要填任何的表，就是把護照交給他，然後他問了你幾個問題，說要去哪兒，準備停留幾天回程機票都沒問，都沒看。然後落地前的費用是50萬印尼盾，大概就是人民幣的218元左右。昨天我本来還想在網絡上面办一個電子簽，他說電子簽沒有這個口岸，於是我就算了，過來落地簽吧。我第一次看到一個國家交完簽證費之後還給收據，這個就是印度尼西亞的落地簽。
還是有貼籤會感覺更有存在感一點。到達印尼的服務區，準備吃飯了。在印尼的服務區，兩眼一抹黑，完全沒中文了，旅行難度直線提升。我們就自己拿一點，然後過去算錢。但是他們這個東西真的是看起來一點胃口都沒有，我看了半天都不知道該吃什麼，隨便拿了點，一個雞腿，一個雞翅，然後一點青菜。印度尼西亞是一個減肥之旅，我覺得。車站這裡是一個大商场啊。現在是3點40分，早上的9點40分發車，到現在6個小時。這邊剛好遇到個本地人，然後問他怎麼去坤甸，我可能後天過去。在手機買，也是這個是用 APP 6點下午6點。下午6點，你可以在手機買在這裡。這個叫什麼？這個軟件。非常感謝。我找到了一個 ATM 機，然後看到有银聯的標誌，只有50萬。也就是說，我取200塊錢，一次的手續費也要15塊錢。每台 ATM 机都是這樣的嗎？只能取50萬？現在目前我的手機是有網的，是昨天我在網絡上買的 eSIM 卡。很多人問我的手機為什麼能用 eSIM， 我是國外買的手機啊。印尼是可以叫摩的。走鳥，哎呦，没有头盔啊，朋友们。印尼給我一種很泰國的感覺，它的很多建築啊就不再是那些騎樓了。來到印尼的電信營業廳。在地圖上搜這個，然後找最近的 SIM 卡。你們猜怎麼着？他這裡今天的卡賣完了，我明天再來。還好我這個買了這個網絡上買了 eSIM 卡，還可以撐那麼2-3天。這個就是咱們今天晚上住的酒店。山口洋沒有清理，只好住酒店了。然後小旅館呢，咱們又住不了，所以只好住稍微好一點的，環境好一點。Too bad. OK. Thank you。傍晚入住了。現在來開箱咱們的房間，怎麼說呢？不能算是非常乾淨，但也真的是有一點小髒哎。哇塞，這個床單這能睡？你看這個屋子，哎呀，算了，將就，好歹人家有空調。看一下衛生間吧，沒有乾濕分離。這樣的一個晚上是120人民幣。你們猜對了嗎？我覺得它60塊都不止。這下面的大廳還搞得挺氣派的，沒想到房間這麼髒。這張床感覺還好一點，這張床完全是不能睡。罷了，今天晚上我穿着衣服睡覺。山口洋呢是曾經南方共和國的城市之一，在這裡啊有60%的華人人口。而我現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山口洋的唐人街。可以看到這裡的建築跟剛才過來的時候很不一樣啊，它這裡都是騎樓比較多。南方共和國可能很少人聽說過，它當時的佔地面積啊有11萬平方公里，相當於現在的深圳差不多大。果然，華人聚集的地方啊，基本上都是騎樓。晚上我們來吃一家中餐館，這裡的老闆會說中文哎，就是印尼由於排華的關係，說中文的人已經非常少，他們的中文教育出現過斷層。老闆，你那個華語說得很好，可以溝通啊，可以溝通。講太深的話就不會了。你也是學校裡面學的嗎？哦，我發現啊，印尼這裡的物價比馬來要低很多。太棒了！它這個粿條跟檳城的粿條長得不太一樣呢，帶一點 QQ 的。今天先吃個中餐適應一下，畢竟今天一整天沒吃什麼好東西了。中午服務區的飯真的是一言難盡。奶油蝦，
我最爱的米林，这么多，可能都不到人民币30，你敢信？来，粉丝先吃，它这个奶油做法很好吃，一点都不甜，有一种咸蛋黄的感觉。我又买了一杯小甜水，2万9，人民币的12块钱，还有个冰淇淋，抹茶椰子味。你以为我是来喝小甜水的吗？我是来工作的，因为酒店里面的環境實在是太不好了。我是早上晚一點回去睡一覺，明天早上早起收拾一下就走了。這樣的一個咖啡吧，然後很驚喜的是，它是24小時營業的。朋友們，現在是第2天了，我已經收拾好準備走了。昨天晚上呢，我就穿着外衣睡了一個晚。咱們現在呢是要先去辦一下電話卡，然後呢再去探索一下山口洋這個地區。我現在打一輛 Grab 去辦卡。你們知道這個 Grab 有多便宜吧？才1萬多印尼錢，也就是折合人民幣的4塊多錢。他現在正在幫我解鎖手機。This is finish 3 months. 3 months 哦，yes， OK， 他幫我充值 ，OK，Thank you。為什麼這麼麻煩呢？路邊隨便買一張卡不行嗎？在印尼使用他們當地的手機卡，你是需要給手機進行一個解鎖的操作。那一般來說呢，解鎖有2種方式。第一種方式你是落地機場的時候在機場解鎖。那機場解鎖呢，它這種是永久的。不過呢，超過$500的手機你是要交稅的。就比如說像現在的 iPhone 16，你可能就要交到1000塊錢的稅。還有另外一種方式是像我這樣來到他們的當地營業廳，你們可以在谷歌地圖上搜這個電信公司，然後找最近的營業廳，在營業廳裡面解鎖呢，它就不管你的手機型號啦，它就給每個手機呢是有90天的時間。那這90天呢，對於大部分人來說啊，其實啊足夠用了。我今天花的費用呢，如果是單單購買流量的話呢，是3萬5，買了20個 GB。卡的費用呢是3萬，也就是總共的加起來啊是24塊錢左右。山口洋的華人呢，主要是以客家人為主，他們基本上啊，如果是不會說華語的話，都會說客家話。我身後這個就是山口洋的大伯公廟，它建造的年份啊是在南方共和國的之後。早期的華人下南洋打工啊，都是以開採金礦為主。那麼呢，就是在這個大伯公廟這裡啊，進行一個休息。他們逐漸的從開採金礦轉移到了其他行業，比如說農業、木材業。經濟啊越來越好了之後呢，他們在這個地方啊就建立了這個大伯公廟。這個大伯公廟也是整個山口洋的一個中心點。在大馬沙拉越的很多城市都有大伯公廟，而同樣在婆羅洲島的印尼的山口洋也是信奉大伯公。從中國來的。福建來的，你們是客家？客家？客家？啊？可以照相。照相可以照相。哦，它上面的雕刻也是非常的精細，上面有一排排龍的雕刻。大伯公廟裡面的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我們再說到山口洋這個名字的由來，它是華人起的，意思就是有山、有河口、有海洋。那這裡呢，也是一個重要的出海口，很多貨物啊經過這裡的出海口，到了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等地。當地人非常出名的老字號飲食，那他們這邊主打的就是這個68牛肉麵，就是那個 special 那個，多少錢？4萬6。OK， 來一份。這牆上還貼滿了各種厲害的人來打卡的照片。18塊錢的麵加這麼多東西，就這麼10幾塊錢。有肉有蝦有丸子，
哦，好香啊！我们现在来到山口洋非常著名的谢氏主屋。这个地方啊，就是当年下南洋的华人经过自己的努力打拼，最终呢变成土豪，给全家人修建了主屋的故事，非常南洋的風格。其實這裡呢有很多當時華人修建的主屋啊，但是這裡呢是保存最完整的。整個大廳的中間呢是供奉祖先的地方，四周呢是一些廂房，就是人居住的一個地方。他們這裡主屋的居住的排序啊，是遵循的長幼有序的一個原則。那現在這裡面還居住着14戶人家，就是他們的子孫後代。在主屋的最核心的地方，他們用來祭祀祖先，它就象徵着整個家族的根脈和延續，就好像無論後面的子孫去到哪裡，這裡永遠是他們的精神歸宿。在鼎盛時期，這裡居住着幾十口甚至上百口人。現在裡面還是住着人的。謝家啊，他們的祖籍是廈門海產的，算起來還是我的老鄉呢。Hello， 你好。好。中文。一點點。是住在這裡面。Yeah。你是他們的後代嗎？啊呀，是後代。哦，你的華語很好啊。不，我有一點點。現在，比方說我現在已經68了。嗯。68那時候我才走到第4。它就是華語的第4級是嗎？哦，那時候已經封閉了。封閉了，不讓學了。什麼時候又開始恢復這個華文教育？就是變成那個什麼總統啊？啊，總統，另外一個總統上來。另外總統在梅高瓦蒂那邊他們。但不讓學華語，你們這裡都在講客家話是吧？全部。哈嘎。哈嘎。挺好的，挺好的。我能聽得懂，能夠交流，就算很好了。我過去找菜果了。啊，謝謝。那個白色的呀。嗯，好，謝謝，再見。我們現在呢是來吃山口洋非常著名的一個小吃，叫做菜果。筍。bambu。我可以各要一個嗎？啊，4個。它這邊有4種口味，我每種口味都要了一個。其實這個菜飯啊，就是客家人的菜果演變過來的。它跟餃子不同的是啊，它外面這層皮啊，反正跟餃子不一樣，餃子是用麵粉，它是用一種我也不知道。4個菜飯1杯檸檬茶，才1萬種，折合人民幣8塊錢。這個筍的加那個辣椒醬吃，好辣，這個更好吃。這裡面是芋頭，我們國內通常是把芋泥做成甜口的，但這個是鹹口的，裡面有一些蝦乾。晚上呢，我們將大巴前往曾經的南方共和國的首都坤甸。我們依舊是打了一輛摩的。Hello。Where you come from? China。探索南方共和國的腳步並沒有結束，下一站我們將前往坤甸。在坤甸，華人人口並沒有山口洋多，但是在坤甸，你可以追尋到南方共和國的創始人羅芳伯。我要了一個第一排的座位，前面就是司機。但是這黑燈瞎火的，也啥也看不到。朋友們，這裡面還有躺着呢，還給我準備了吃的、喝的，有一瓶水，有一個小麵包。發車了！這個車程呢是6個小時，也就是說晚上的12點我才能到。但是這也總比過夜大巴好，它還有另外一個時間點是12點到凌晨6點的，我覺得那個時間太不好了。到坤甸了，現在時間是11點半，咱們先去開箱青旅，今天晚上就休息了，明天再來探索。是這一家。
今天訂的是一個青旅。哦 ，Nobody？ Nobody has. 什麼情況？這裡這麼少人來的嗎？啊，這麼大的一個青旅，就我一個人。I'm working alone here. 哦 I can handle ，OK， all place. 有點舊，但是也還算乾淨。Use the toilet. This toilet. OK。 We have water, coffee and tea, but in the sea floor. OK， 你們猜這個晚上多少錢？折合人民幣的32塊錢。朋友们好，今天是第2天了。我現在所在的位置是印尼的西加里曼丹的首府坤甸，這裡同時也是曾經南方共和國的首府。今天呢，我們就一起來探索一下這個城市。先来吃個早餐先。這裡華人人口只有1/3，要比山口洋要少很多。山口洋是60%，但是依舊呢有很多華人美食。這一家呢是當地非常有名的魚湯店。廣東潮汕潮州，對，祖籍。他們這家的服務員還會說中文。我推薦是這個蘇梅嗎？就這個假的蘇梅。假的蘇梅。因為很多人就點這個。就這個吧。好，能說中文真好。也提醒你一下，大概要30分鐘。可以。這個就是他們家著名的魚湯，就是魚湯加上米飯。他們家主打的魚片。好吃，好新鮮，脆脆彈彈。我特別感興趣這個豆腐，它是豆腐裡面包了這個魚泥，特別好吃。魚泥 QQ 的，豆腐軟軟的，只有咱們華人才能做出這麼好吃的東西。像這樣一份湯是6萬，也就是折合人民幣的24塊錢，便宜吧各位。它這個魚肉非常多啊，我已經吃了1半多了，還有這麼多，下面滿滿的都是，還有魚皮，料特別的足啊。這裡華人的寺廟非常多，我一路走過來就發現很多華人寺廟。在這裡很多華人的一些餐飲店，他們已經不掛中文招牌了。這一路走過來有很多家族的工會，印尼坤甸徐氏工會。這邊就不得不提到，印尼在1967年的時候開始了一些排華政策，也就是不准華文教育，不准華人拉幫結派，甚至呢有的時候還對華人進行一些屠殺。所以當時的華人可謂在這邊過得非常的慘。當時印尼有一個孔教協會，就擔當了這個任務，傳承中華文化。但是呢，他那個時候基本是在地下進行的，一直到新一任的印尼總統上台，才逐步開放了華文教育。所以你會注意到一個現象，就是在印尼20歲以上、50歲以下的華人，他是不怎麼說華語的。那街上呢，華語的標識呢更是比較少。這條街是坤甸比較繁忙的一條街了。這我得吐槽一下印尼的這個衛生情況。然後你們看到這些溝了嗎？就印尼時不時的旁邊會出現一條溝，看看這個地上，真的是，哇，前面這個教堂好壯觀啊！那個柱子上面還有非常精細的雕花。哇，我們進到裡面來了，好漂亮啊，特別大，圓形的頂，然後這個窗戶上面陽光正好照到這些壁畫上面，然後感覺會發光的樣子。這還有好幾層。在西加里曼丹這邊信奉天主教的，主要是這裡的少數民族群體，叫做達雅人。當然了，在整個印尼信奉天主教的人群只有3%，另外也會有一些華人去信奉天主教。
前面這個是一座三教融合的寺廟，從左到右供奉的依次是關公、媽祖和大伯公。這三神的組合就體現了華人信仰當中的儒释道三教融合。大伯公呢是土地公，也是財富之神。關公是戰神、武神，代表了力量和正義。這個是在坤甸非常古老、最古老的一個寺廟了，始建於康熙12年，清朝的时候。这里的华人啊，特別信奉大伯公。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呢，當時他們過來落地生根的時候，是急需要食物和財富的，保佑他們能夠在這個地方生存下來。而觀音菩薩呢，則是一種面對疾病、困苦和思鄉之情的時候，需要一些心靈的、精神的一些支持。而關公呢，就體現了華人之間的團結，團結起來共同抵禦挑戰。所以啊，我可以這麼理解，這代表了華人的3個品質：一個是艱苦奮鬥，第二個是慈悲心善，第三個是團結互助。這個地方呢，也曾經是華人剛剛開始登陸這片土地時候的一個碼頭。所以呢，一般來講啊，在這個島婆羅洲島的很多個城市，都是以華人登陸的碼頭來建立大伯公廟，要不然就是觀音廟。後面去的地方比較遠，我嘗試發一個包車的訂單，就是按小時來收費的。它的起步價是24萬印尼錢，每1分鐘1000盧比印尼錢，那1個小時就是6萬盧比。司機接單了之後呢，用 WhatsApp 跟我聊了好久，跟我一直講價。他原先開整個路程是800千，然後呢，我給他講價，總的路程呢是700千，然後說可以，就相當於人民幣的280。整個路程呢，來回我估計要6到7個小時。進來買一瓶水，給司機也帶一瓶。它這個水是3000一瓶，也就是1塊2一瓶。坤甸這個地方啊，它是正好是位於赤道上面。現在我們要去的第一個點呢是，我現在來到赤道了。其實它這個就是在赤道上立了一個碑，能夠在赤道上面的國家不多啊。我大致看了一下。非洲那邊比較多一點。我現在腳踩的一邊是南半球，一邊是北半球，這條線中間這條線就是赤道線。我腳跨着南北半球，這個地方呢就簡單過來打個卡就走了。你知道這裡曾經有一個華人共和國嗎？No， 啊，他不知道，叫南方共和國。哦，in Pontianak。提到南方共和國，就不得不提到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人物，就是南方共和国的一個創始人，他叫羅芳伯。那後人為了紀念他，就建了這個南方公館。這座廟呢是建於200年前。前面這位呢就是羅芳伯。大概在1772年的時候，大量的華人呢向南洋來打工。那當時呢，他們主要是以採金礦為主。那當時呢，採金礦的公司很多，魚龍混雜，非常混亂。在1772年的時候，羅芳伯到達這裡，就憑借他出色的組織能力、個人魅力，協調了各方力量，也就是1777年以南方公司為核心的大統治，定都在東萬律，也就是我今天準備去的地方，在離坤甸呢是90多公里。這個華人共和國存在有107年之久，它管理的範圍非常之大。現在的山口洋、坤甸還有東萬律這些地方都是它管轄的範圍，管理的人呢大概是有10萬多人。當時呢，甚至呢還有軍隊等等。羅芳伯呢是廣東梅縣人，最開始呢他是因為科舉落榜，來到了這個地方。現在這個地方啊是一個小村子，就很難想象啊，以前在這個地方它是南方共和國的首都城，但是啊，因為他太勢單力薄了，最後在荷蘭殖民者進攻這裡的時候啊，他敗下陣來。從此呢，華人共和國、南方共和國從此就滅亡。時間是在1888年。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羅芳伯是非常願意歸屬清朝，但是當時的乾隆皇帝視華人為天朝器皿，拒絕了羅芳伯。但是羅芳伯依舊對清朝稱臣。這樣做的目的是因為當時的荷蘭殖民者已經在入侵，他需要有一定的大國倍數來威懾荷蘭殖民者。不管怎麼說南方共和國對於海外華人或者是客家人來說，都是一段非常驕傲的歷史。這是一個萬人墓，現在天色已晚了，沒關係，我是最不怕牛鬼蛇神，而且在這邊犧牲掉的人我覺得應該算是一個英雄。這是一個當時日本在這邊進行一次大屠殺，總共呢犧牲了21037個人，這裡面有60%到70%是華人。給他們鞠個躬吧。這些壁畫呢，就展示了日本在這邊進行大屠殺的一個真實的情形。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坤甸的东万律，也就是曾經南方共和國的首都，它就建在這個地方。但是呢，現在天色已晚了，就不方便去看了。這裡呢，其實是一個小鎮。What's this? Kuncinya kan gabung dari sini. The key is not pearl, but we let. 这裡面有一些 Kill Japan. kill Japan. Japan killed them. That is Chinese Chinese man. man. This is Chinese man. Ya, Chinese man. Japan killed them. 這些都是中國華人。太可憐了，漂泊到異鄉打工，然後被日本人殘酷的殺害。Thank you, thank you。但是日本人殺害了21097個人，這些人呢是分布在這裡的10個萬人冢裡面，就每一個萬人冢裡邊都埋葬的至少有2000多個人。因為當時呢，羅芳伯呢，他在開採金礦的時候會有很多廢棄的金礦，就形成了一個洞。然後日本人呢就會把屍體丟到那些洞裡面去。其實這個地方還有一個羅芳伯的墓，但是呢現在天色太黑了，我們就沒有辦法去看了。讓我很驚奇的是，他們本地人其實並不知道這段歷史。我剛才問我旁邊的就是司機大哥，他甚至不太知道日本曾經侵略過他們。在這附近還有一個山洞，是當時羅芳伯開採的一個金礦。那個山洞呢，它是只有一個洞口的，於是日本人就在洞口放煙，把裡面的人全部都燻死。聽說這個地方很多年都有一股奇怪的味道。2個小時後，我回到市區裡面來了，現在來吃一碗麵，它呢是蟹肉麵。沒有啦，沒有啦，它有那個這個它沒有，它有那個碎碎的，你看那些。OK。全部了。OK， 全部了，多少錢？35。OK。本來想吃個蟹腿的沒了，給你們看看那個蟹腿，這個蟹腿看起來多誘人吶。這個跟上次我們在山口洋吃到的有點像，那種捲捲的麵，只不過它這上面的料有點少。然後這個是3.5一份。這期的視頻可能會有點長，從山口洋到坤甸再到東萬律。最主要的還是去了解一下曾經的南方共和國、華人共和國。這段歷史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因為在我們的教材裡面沒寫，然後在印尼的教材裡面也沒有寫。大部分是由海外的華人知道這裡。我覺得南方共和國真是一個奇蹟，它生不逢時，它生在了一個王朝和帝國主義的時代，卻是共和制度，又在這麼一個偏遠的熱帶島嶼上面，遠離自己的家。我覺得它不僅展示了華人的艱苦奮鬥，更展示了華人的智慧，所以我覺得它非常值得被銘記。我正在環球旅行第17國印度尼西亞，歡迎你持續觀看我的環球旅行紀錄片。下個視頻去他們的首都雅加達，下個視頻見啦，拜拜。